大家好呀，我是花善里。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真正的地狱笑话，也就是日本帝国在二战中的最后挣扎——本土决战计划。真正的相当不做人，足够地狱，也非常的离谱，足够笑话。本土决战也可以称为绝号作战计划或者最后总动员，和很多人印象中的这只是个纯粹的口号不同，其实这个本土决战计划有着完整的设计和原则。虽然最终它并没有被当局通过实施，但实际上盟军到达冲绳时，日本人就按这个计划的精神继续抵抗了。当然，在这个计划中，已经完全被作为国家耗材的日本人，到底还有没有精神这种人类的情感，我也不好说。对于日本帝国而言，1944年到1945年已经是垂死挣扎了。塞班陷落，莱特湾海战惨败，日前宣传的绝对国防圈红线不断的崩解，大本营对于战局的判断也从还能稳住急转为登陆只是时间的问题。于是理所当然的，不投降的话就必须要考虑把最后的资源压在最后的战斗上了。好在大本营依然有专业的宣传组织，他们给这个实际上充满了苍凉感的绝号作战计划设计了一个听上去铿锵有力的宣传名字：本土决战。是的，本土决战其实是个宣传词，是绝号作战计划的3大核心宣传之一而已。虽然名字取得很好听，但是实际的操作真称得上是地狱级的残酷，充分体现了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狠，对于自己的国民也狠。为了迟滞盟军登陆的时间，日本在冲绳、伊豆、小笠原等地建设了争取时间的平台。当然，时间不会平白的被争取到，换取这些时间的代价是什么？我们作为未来人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后面再详细说。同时，日军还在核心国土的沿岸和内陆构筑据点，修建特工出击基地，并在体制上为全国总动员铺路。具体操作上面，自1945年3月起，要求日本各地以职场、学校、社区为单位组建国民义勇队。顺带一提，这里的日本各地也包括了朝韩和台湾。然后1945年6月23日，大本营公布实施了臭名昭著的昭和20年法律第39号，也就是义勇兵役法，把这些政策性成立的民间组织升级为真正的战斗单位，名为国民义勇战斗队。那么这些义勇兵要做什么呢？按照原有设定，可以说啥都有，从防空、应对空袭、巡逻到促进生产、军需攻势、疏散群众等等都在内，就非常的神奇。既然所有人都是义勇兵，那促进增产是谁在促进谁呢？疏散群众又是谁在疏散谁呢？总之还是维持了大本营文件的那种什么都说了，但是又等于啥都没说的风格。当然，这些定义文书本身就是从历史文件中复制贴上，然后再修改的，会出现这种问题也是无可避免。而且疏散群众要做的事也不只是事后疏散，还包括了事前拆除危险建筑。比如1944年11月，中央就指示，为了遭到轰炸之后方便疏散群众，需要义勇成员拆除广岛县厅、市政府、军需工厂周边的房屋。结果这项工作1年都还没结束，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就正好有动员学徒和义勇成员还在那里进行遭到轰炸之后方便疏散群众的作业，也成为了大量牺牲者的一部分。你问为什么1945年才组建的国民义勇队，但是1944年就在安排义勇队做事了？对呀，日本政府就是这样的 SOP。 这种要恶心很多人的事情，一般都是先开始做，然后再公布和讨论，最后再立法实施。其内在逻辑是，无论国民对此有多恶心，只要政府决定了就肯定要做，这样的顺序更方便测试社会反应和事后堵嘴。那总之也是在绝号作战的宣传中，除了本土决战之外，还提出了著名的1亿玉碎的口号。我们都懂中文，肯定是一听就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但是其实日本帝国在二战时并没有宣传玉碎这个词很长的时间，是在1943年的阿图岛战役全军覆没的大本营战报中，为了遮羞才用了幕末流行过的英勇玉碎的说法。后来可能觉得这个词挺符合宣传需求的，就开始各种玉碎了。除此之外，本土决战时期的宣传词还有神州不灭呀、一命换一命之类的。顺带一提，这里的1亿玉碎也包括了朝韩和台湾。不知道台湾的观众是否了解实际上个人和家庭当时要如何准备。当然，关于国民们具体要怎么做，除了回忆之外，我们也可以看规定和文件，有一系列的规定。最重要的是1944年发布的决战非常措施要纲，也称为国土决战要纲。这份文件的前半几章几乎都是精神论，什么拼命就能赢呀，日本是不灭之国呀之类的。从第11章开始进入正题，语气也变为严肃的不带感情的命令口吻，其中就明确的规定了战斗中禁止救护伤病者，
暂时禁止人员轮换，除斥候传令之外，所有人只可前进，不得后退。所有部队、所有人、所有兵种都视作先头部队，后勤、补给、卫生人员也随时准备一线突击。敌人以居民、妇女、儿童、老人为人质时，可能误伤日本人时，不可动摇，敌我一并击杀之。总之就是其他资源已经严重匮乏，只有国民还能继续当国家的耗材了。虽然最终日本的决策者们停止了这最后的疯狂，1945年8月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在此之前确实短时间有实践过本土决战，也就是冲绳战役，其中有过不少不可理喻的日本人抵抗方式。这里摘录2个冲绳县公文馆中保存的记录，一则是当时对抗坦克的战术训练，培训居民们在地上挖出一个能容下1人的坑洞，然后躲在里面，当坦克接近时从中跃出，抱着炸弹进行自爆特攻。另一则是记录了培训当地居民如何杀死叛徒，就写下了替美军翻译或带路或劝降者直接射杀。现在整理战后初期时冲绳居民回忆口述该培训内容的记录，更是包括了被俘即死、劝降者死、言败者死，即使自己因此被误杀也是必要的代价。但同时在冲绳战役中，少数幸运的被盟军俘虏的居民，反而很多是投降带路、帮忙劝降，一气呵成。毕竟不管再怎么军国主义入脑，事到如今明显是要被强迫送去白白的被牺牲了，那替自己和亲人报仇肯定是比忠于国家和民族更强烈的情感。大本营把事情搞得这么极端，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按照当时的宣传，日本帝国希望用尽一切手段让敌人登陆及陷入泥淖。这个泥沼包括以雷击队航空兵，也就是神风特工队的上级组织，昼夜不停地对敌军机动部队发动特攻，以潜伏在濑户内海的残存驱逐舰进行水面特攻。对于接近本土警戒圈以内的敌军，以潜水艇截杀；对于抵达沿岸的敌军，以回天自杀式潜艇和正阳自杀舰等特攻兵器猛扑。一旦敌军登陆成功，则投入残存师团和国民义勇战斗队，以数千万人组成血肉城墙，让战场变得焦灼。适时投入决战师团和切入敢死队，昼夜袭扰敌军。其实大本营还为此产生过争执，不要误会了，不是要不要做到这么极端的争执，而是执行层面的水际击灭与沿岸击灭之间的争执。顾名思义，就是要在海岸线把盟军打下海，还是在内陆集结之后反击。最终本土决战设想公布时确定为水际击灭。虽然因为在实施本土决战计划之前，战争就已经结束了，没法实际考察这个战术的可行性。不过现代模拟认为，真实实施的话，美军登陆的第一天，日本就会遭到空前的损失，而且不能明显延缓战争的形势。不如说日本当时的物资现实本来就不可能支撑这个计划。当时的日本已经是连正规部队都普遍缺乏反坦克炮了，而义勇队则是常常2人1枪，甚至是只能装备足枪等等兵器。而且这些义勇队当然训练极其薄弱，本身就有本职工作，所以训练的时间很少，而且训练时间更多的还是消耗在挖战壕呀、搬运工作呀和应急攻势上面。大本营最寄予厚望的是各种自杀型特攻兵器，比如载人潜水艇的鱼雷回天、载人快艇型的鱼雷正阳这些。但是在补给、训练与隐蔽部署能力的现实约束之下，之前的各种战役中已经证明了自杀式袭击的作用极小，只是让耗材特工队员们白白送命。好在日本当局没有疯到最后，昭和天皇与林部内阁最终在1945年8月宣布不再执行本土决战计划。或许当局从来都是理性的，只不过制定战略时，国民就是可以和其他的耗材一样的使用，而没有反抗能力。现在轮到他们自己受到真实生活水平和安全的威胁了，所以更换了战略。其实从证言录音中可以得知，在知道了本土决战不再执行之后，日本人立刻就理解了这完全是毫无常识的。但是就在1天前，甚至是半天前还没有官方公告时，社会上却弥漫着质疑本土决战计划才是没有常识的氛围。人类还真是神奇，日本帝国这次也算是给后续的人类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实验数据吧。能做到这种效果，当然不仅仅是本土决战计划本身而已，其实日本帝国为此搞了系统的工程。我用当时的4个宣传口号来总结这4个组成部分，分别是1亿玉碎、本土决战、国民义勇战斗队和剑物书开。1亿玉碎是指让人们消解认知与现实差距的各种精神口号，
本土决战是指把动员落实到所有人的有强制性的制度法令。国民义勇战斗队是指让人们误以为自己做的这些是出于自愿的实用宣传。建物疏开则是把所有人拴在流水线上，消耗他们判断力和组织能力的日常工程。就这样被彻底玩弄的人，确实在外部敌人面前，就算拿起了特工兵器，也不可能有太大的效果。当然，没有太大的效果，总有小效果。日本人口众多，只要他们自愿承受更大的战损比去消耗敌人，也未必不能作为战略，这何尝不是一种优势呢？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帝国坚决重罚的是因此遭遇了不幸者的家属们敢于表达不满或者哀悼的行为。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硬币啊！我们下期再见。